所以那黑袍人是想要我体内的气运。所以奉劝施主一句：神书出世之前，万万不可出大风。这个王首府啊，看上去还挺好说话的，真的。什么嘛？那可不呗。嘿，拿把刀干嘛呢？修炼刀法。哎，咱俩刚才聊了那么长时间了，这都聊到饭点了。走吧，吃饭去吧。嗯。我怎么跟你聊天聊到我胳膊酸呢？是肩周炎。师兄，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监正说的不错，留在他身边，才是神书最好的归宿。义父，夜里风大，晚点休息吧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去休息吧。许其安身上有一样东西属于我，神书归你们，许其安归我。他早就盯上我了，在什么时候？我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打更人，他要将我带走，一定有很多办法。睡银案时，我就要被流放云州了。你是想先画押再受刑，还是先受刑再画押？这一开始的睡银案也好，周丽的事情也好，难道都是为了给我定罪，暗中将我流放云州？主上，是属下无能，未能将许谦带出大风，请主上责罚。无碍，在京城有监正护着他，天域两位圣者都无可奈何，你又何必妄自菲薄？主上，那我们的计划？时机到了，他自然会来的。是。但是我去过云州，我还追回了税银，那黑袍人并没有带我走，只是将神书放在我体内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那黑袍人修为高深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是巫神教的领会师。他将神书之事告诉我等，是想逼我等同监正开战，伺机将你带出大风。监正？那黑袍人惧怕监正，唯一的解释就是周立案之后，那黑袍人知道监正已经注意到我，他没有机会在监正的眼皮底下将我带走，所以他才将神书放在我体内，借刀杀人。这样一来，一切就都合理了。黑袍人要带走我，而监正一直在暗中保护我，他们暗中布局，草蛇灰线，冥冥之中已经有较量多次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体内古怪的气运，而这气运就是宫中的秘宝。师傅就不知19年前那几个小贼去了哪里？许其安，大半夜的在暗度库干嘛？是不是魏公派你偷偷破什么大案？
没有啊。那你后面是什么？摄影案吧？对啊，这些案子早结了。究竟是有什么玄机？为何义父这2日也一直在翻阅？魏公也在看这些旧案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我把跟这卷宗相关的一切东西都从京兆府调出来，说是自会有人查阅。没想到是你啊！出来吧。有事？有事。酒？说吧。魏公，我在家乡，哦不，我在长乐县当快手的时候，跟一个市井之徒学了一个行酒令，以骰子的点数为论，点数小的，要么回答一个问题，要么喝一杯酒。属下想和魏公玩这个游戏。魏公若是不饮酒，便只说真心话；魏公若是不愿意，卑职现在就走。真要玩？嗯。那我便先问了，魏公，您和皇后娘娘是什么关系？你知道的还挺多呀。这件事情，兴许以后会告诉你，但现在跟你关心的事情无关。魏公可还记得凌渊关战役那年，宫中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你想问的是宫中秘宝被盗的事情，这我知道。那窃贼看准了时机，盗走秘宝。等我们发觉时，他人已经逃离了大凤。那秘宝究竟是何物？我想，被盗走的应该就是大凤的国运吧。还玩吗？来。难得呀，可以各问一个问题。好，那国运是什么？各大体系当中，与气运息息相关的就是司天监和书院，仁宗只算是半个，而独立于其外，代表立国之本的，便是大凤的国运。每当战争开启，便是国运动摇的开始。胜了，国运增一分；败了，
国运消减一分。越是规模宏大的战役，国运动摇就越厉害。元景17年临渊关战役，各国混战，投入的兵力总数超过了100万，规模之大，史书罕见。国运动摇之剧烈，也是史无前例的。那窃贼趁着国运动摇之际，将其盗走。其后的20年间，大风风雨飘零，战乱天灾不断。陛下数次命人前去追查，但是窃贼行踪诡秘，至今未果。那国运追回来会怎样？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九州四海，无可匹敌。若是追不回来呢？虎狼环伺，大凤危矣。该我问了吧？大凤的国运在你体内吧？不仅如此，桑波底下的封印物也在你的体内。那既如此，许其安的事便依众卿所言吧。吾皇圣明。继续。没必要继续摇骰子了，魏公。我在云州的时候，那个魔物便进入我的体内。此人来自天域，名为神书。不过他没有了过去的记忆，对过往一概不知。我也是通过残留的片段，才发现是一名黑袍男子蓄意将他放入我体内。之后你便开始调查这个人的身份，跑到我这儿来打听临渊关战役的事。借李妙贞查案之名去到吏部，在那里你发现了皇宫失窃了宝物，并且猜到失窃的宝物和你体内的魔物有关，对吗？再加上天域的圣者对你说过什么，你害怕黑袍人还对你下手，于是急忙跑到了暗毒库，追本溯源，重新查阅税银和周立案的卷宗。结果你发现，本座似乎对所有的事情都已知晓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躲也躲不掉，逃也逃不走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假借游戏之名跑到本座这儿来，试探本座的心意。许其安，你做得很好啊。魏公，您什么都知道啊？你是本座看重之人。凡是我要培养的人，我都会仔细地考察清楚。你超乎寻常的修行速度，坚正对你的青睐，玲珑对你的态度，斗法时亚圣刻刀的出现，今天不停摇出满点的骰子，这一切的一切结合起来，再加上我知道的一些隐秘，简单复盘我就可以猜出个七七八八了。斗法之前你跑来问我，说监正为何派你出战，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，有什么话想说？我希望你对我坦白，可你选择了隐瞒。许谦，你就那么相信监正不会动你，魔物不会杀你？你谁都相信，唯独不相信的就是本座。
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起来怎么会不相信魏公呢？魏公的大腿容我抱会儿。你出来！监正是神仙人物，我不是相信他，我是不敢招惹他。还有那个什么神书，他叫我替他守密。魏公，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，我是压根儿不敢妄动。为何不告诉本座？啊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身为打更人，只要不作奸犯科，天塌下来，本座保你。魏公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消消气，消消气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魏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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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公。魏公，我还有最后疑问。那空白处的名字是被人施以法术将痕迹抹掉了，所以没人能记住他。我查过此人的身份，尚无定论。不过那法术名为天机，非二品术士不能施展。此术凶险异常，若要达成，必会生灵涂炭。施法者将炼化无穷的戾气，凝练出魂丹，以丹作为镇印，方有可能。二品术士，司天剑。魏公，这事儿不会和监正有关系吧？害怕了？魏公，你不用怀疑监正，监正在你身上布局深远，他暂时不会害你的。况且他和黑袍人博弈许久，出招拆招都与你无关。那若是陛下那边察觉国运在我身上，他会怎么做？夹在三方异者之间，不知该如何了，是吧？所以你才问我和皇后是何关系，就是想知道我会不会不顾皇后，为了你跟陛下反目，对吗？所以，魏公会吗？所以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会杀了你。魏公，您喝个茶，消消气。不够我喝酒了？哎，不能够了。你不用想那么多，继续走监正给你铺好的路，在此期间，积累资本，晋升品级，有朝一日才能不作为棋子，懂吗？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我就知道魏公最好了。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我知道错了。义父，有圣旨到。见过魏公。见过公公。哟，许大人也在这儿呢，那正好了，一同接旨吧。打更人银罗许其安，力披法相，护国有功，要我大奉之威，特赐子爵爵位。另经三司推选，打更人银罗许其安能文善断，才德兼备，兹特命为主办官，率三司官员赴楚州调查血屠3000里一案，7日后出发。钦此。臣接旨。魏公，告辞。公公慢走。
陛下有令，7日之后，王妃随同查案队伍一同前往楚州，请王妃提前做好准备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就滚吧。终于到这一步了。主上，京城传来消息，袁景义派出使团彻查血屠3000里事，主办官是许七安。你确定是许七安吗？千真万确。属下认为，袁景帝对国运所在已有所察觉，却忌惮各方势力对其庇护，故借刀杀人。接下来该如何？还请主上明示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主掌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2句诗是学生倾心所作，2位老师若是喜欢，学生心里亦是欢喜。这首狂草，学生苦练数日，不知2位老师可否喜欢？喜欢不假，只是这首诗几个月前我开学讲堂时用过了。啊？哎，就这一句诗啊！你换了我好几页法术书了，怎么不记得了吗？哎呀，最近才思枯竭，身体不适，不甚灵感。不过2位老师放心，等我顺利查明了楚州案，一路归途，我必勤加勉励，为2位老师补上新作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对啊，我们俩还要切磋棋艺啊，就不送了。先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李师、张师，2位赠予我的法术书籍已消耗大半，所以，哎呀，最近才思枯竭，所以身体不适啊，无甚灵感。你放心去吧，等你从楚州回来之时啊，我们把剩下的法术书给你补上。别呀！你来了啊！见过院长。学生见过院长大人。你随我来。哎。啊？哎。我听说你要去楚州。查案的。不怕得罪镇北王吗？怕呀。看来是不得不去啊。院长您也知道，我之前奉命批了法相后，陛下授予了我爵位，怎么还是我去楚州啊？子爵之位并非白得，你原本只是区区的银罗，没有资格做主办官。有了这个爵位，便有了这个资格。生命不可违，但此行艰险，稍有差池，恐怕……魏公也与我说了，此事之所以一直定不下来，是因为陛下不想征召一个巡抚来牵制镇北王，但县委任一个银罗来当主办官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。可镇北王在楚州拥兵自重，身为主办官的你，若真的查出些什么，那无疑是羊入虎口，九死一生。但我若什么都查不出来，打更人衙门便是存心污蔑怀王，意图扰乱军心，动摇国本。以此为戒端，我定会被各方大肆攻讦。箭在弦上，魏公可有对策呀？虚与委蛇，
暗中调查。到了楚州之后，万万不可和镇北王的部下发生冲突，示敌以弱，既能保护自己，也能让敌人放松警惕。找到证据之后，悄悄带回京城。魏公为你，也当真是计之深远，费尽心思。今日来此，也是为公授意吧？魏公说了，您这儿有一样东西，我非常需要。什么东西？魏公没说，但他说了，您一定会帮我。此乃亚圣之相。仗义死节报君恩，流芳百世万古名。陈惠。200年前，程氏离开书院，加入国子监，并广招云麓书院之外的学子，设下此碑文。说来惭愧啊，至今无人能破。让圣客到。等你从楚州平安归来，再将此书亲手还我。多谢人家。这书都是院长送你的？是啊。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么多书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别酸了，帮我看看这本书，有没有听过？有何玄妙？大荒时宜。嗯，不知道。我都没有资格，没有机缘进到亚圣殿观书。不过我通读院士，倒是了解此书的来历。哦，有何玄妙啊？此书乃是20年前司天监送来的，自送来之时就一直放在亚圣殿内，至今没有还回去。司天监，又是司天监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还是搞不明白，院长为什么要送你这么多书？你真打算在这看完啊？你不饿吗？别吵。十九，回家。这个字读啥？不知道。你不读书人吗？我不知道。走，杀只羊来吃。
你发球，你发球。公主，接着。公主，你看今日天朗气清，正是踢绣球的好光景啊。都踢7日了。也是。那奴婢给您推秋千，推得高高的那种。你又不能把我推到宫外去。我当然不能。公主，你就再忍耐2日，到时候娘娘看您乖巧，自然就会解了您的足禁的。真讨厌。许七安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为何不来寻我？许大人，或许是公务繁忙，又或许是有什么案子要查，脱不开身。玄子，哎，不是让你打探去了吗？你说。启禀公主，许大人每日照例去打更人衙门点卯，只是前些日子去了趟云麓书院，昨日还去了趟司天监。去那些地方做甚？今日呢？今日就今日无事，勾栏听取。什么？有空去勾栏听取，没空来寻我，岂有此理！哎呀，公主，这或许勾栏听取也是许大人要查案的一部分呢。咱们还是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继续踢绣球吧。庚子，哎，你5岁进宫以来，至今已经11年有余。11年来，你我朝夕相处，同心同德。本宫对你甚为了解，你紧张就会出汗。可能是天太热了。你撒谎就会手抖。说实话，许仙哪去了？哎，你们那边快点啊！好嘞，徐大人。赶紧清点一下，东西都带齐了。是。记得我说的啊，到了楚州，一切依计行事。将来以你飞燕女侠的名号，应该是不难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明明是我主动要去的，怎么说的好像你派遣我去的？此趟如果顺利的话，你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，算我欠你一次。到了楚州怎么联系你？我二弟给了我这个。走了。许公子可要快些，奴家等着你。啊哈哈，一路平安啊！此次之行事关苍生大义，不算你欠我。那就楚州见。对了，别叫我飞燕女侠，蠢得要死。你走不走？出发。路上少喝点儿，别误事儿。真的很聒噪。大家快回去吧，这船马上出发了，我也得上船了。婶婶，腌菜我就不带了。最近肠胃不好，带了也吃不了。二叔，我有配刀，这船上也装备了兵甲，你赶紧收起来，危险危险！妹子，什么呀？护身符啊？行，大哥收下了。对了。到时候大哥给你买楚州的特产黄油玉。
小豆丁，大哥要走了，会不会想大哥呀？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等你背完《弟子规》，大哥就回来。大哥回不来了。别胡说，收回去。宁燕，务必小心，千万不能跟上一回一样。上次你婶婶整天不吃不喝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差点抽过去。哎，谁抽过去？没的事儿，不可能。那么远路，小心吃药的啊。到那儿写封信报个平安，听见没？放心吧，婶婶。哎，还有你小子啊！废话，大哥就不多说了，和弟妹好好的，抓把紧，大哥等着喝喜酒呢。大哥，你有辱斯文，岂能随便去？多谢大哥吉言了，祝你此去一帆风顺，不枉此行。我们等你凯旋。瞧瞧，大老爷们儿的还不如人女孩呢。就是，大哥，你还说我，临安公主尚在宫中禁足，你此去，可曾与她此行？就你话多。行了，走吧。走了。吃啥了？讲话了，这啥？爸。大风不值得。咱们吃好的讲好的，这吃菜就算了，走。大风不值得。许大人被陛下派去楚州办案，今日便要启程。其实他每日都来找您，只是贵妃阻拦，入不得宫。许七安，许七安，许七安，许七安！徐大人，徐大人，你看那儿，是不是在叫你？
你好傻呀！想说什么？说吧。啊？不是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啊？不是你刚才在船上向我招手，让我过去，我以为你想有话对我说。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？不应该你有话说吗？那你没话说，你划船干什么呀？你没话说，你还游泳过来了呢。你当真没话说？我多想了。啊，我也唐突了。那我先回岸上了。哦。我也得回去了。那一路顺风。顺风，顺风。哎。主办官有令，原地停航1刻钟。是。下马。公主，我刚才下了我身为主办官的第一道军令，那就勉为其难的再待一会儿吧。好，上来。哎呀！哎，等会儿。擦擦吧。谢谢。公主，你这几日是不是清瘦了不少？没话找话。哦。你倒相反嘛，这几日见不到我，日子过得很滋润嘛。怎么会？见不到公主，我寝食难安。无非为难你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说我也是个主办官，娘娘高低还是得给我点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知道我禁足，为何偏要进宫找我？我要见不到你，我要这爵位干什么？听不懂，什么意思？我其实有句话想对公主说。说吧。我是说，其实什么？其实，你记不记得那次？哪次啊？哎，就宁湖小筑那次。平湖小筑？哎，你赶紧说呀！公主那要是不嫌弃，今后我可以当公主的老婆。我不要和你做朋友。不要和你做朋友。公主，我也不想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慢点。
尊敬的主人，事态愈发的严重了。几日前，天域尊者来到大凤，意图将许七安带离。同时，我与那个人彻底失联。原来三国爆炸，神书出事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为了带走许七安，篡取国运布下的局。我们与之同盟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，更是一场他酝酿已久的阴谋。幸运的是，他的阴谋并没有得逞。监正与天域尊者似乎达到了某种默契，二者与元景帝又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我猜想，元景帝此刻应该是骑虎难下的。他已经察觉许七安体内的国运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无法堂而皇之地除掉许七安，取出国运。这么看来，至少短期内许七安是安全的，神书也会是安全的。最让我意外的当属魏渊。云州一役后，我们魁族在大凤的3个驻点被打根人金罗清扫掉了，打根人4名金罗重伤，而我们在大凤境内的所有兵力清空。至于那人究竟想要国运做什么，下一步要如何去做，属下着实是不明白。但目前为止，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那人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搜仔细了，任何地方不能放过。你要干什么？走！放肆！此乃三司议会仓，你们想做什么？徐大人说无可奉告。那徐吉安，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回尚书大人，三司议会仓。知道还敢如此放肆？徐大人说了，但搜无妨。许七安如此独断专行，就不怕我等回去参他一本？徐大人说怕，怕还不滚？徐大人说怕，但不在乎。你。大人，请抬脚。签。叨扰各位大人，你们2个在这守着。是。猖狂！这个许七安，他在搞什么鬼？报告大人，团从内外已搜寻完毕，没有藏人。没有。再给我仔细搜，每个官员的房间都别放过。是。不应该啊。许七安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此次前往楚州，就只有我1名金罗随行。绝对不可能！魏公跟我说了，派了12金罗护送，怎么就偏偏派你来了呢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义父怎么执意让我跟你随行呢？南宫12，按资排辈，我进打更人的时间最短，是以排名12。大人，房间找过了，没藏。本次楚州之行就仰仗南宫大人。哎，传令下去，让下面的人日夜轮休，全速前进。5日内，我要入楚州界。是。
有令，全速前行。是。叶副将，这么着急赶路呢？北方战事吃紧，耽搁不了。战事吃紧也不是1、2天了，差这么点时日，就掉在上面了。一会儿仔细找一下。不会吧？偷包贼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我！捡的。品性如此恶劣，没想到竟然是打更人。我也没想到如此蛮不讲理，竟然是怀王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啊。你诈我？用得着吗？你不是我们打更人带上来的。至于三司带女眷，他们更没这个胆子。唯一的可能你是楚相龙带上的，而他能从京城带去楚州的女眷，也就怀王府的人。哎，如此说来，你主子是镇北王妃。早就听闻镇北王妃艳绝天下，是京城第1美人。她在船上吗？帮在下引荐一见。你个小小银罗，你还想见王妃？如此无礼，小心我到你们主办官面前告你。哟，巧了，在下许七安，此行的主办官。你是主办官？见到本官，还不快行礼？气死我了！打更人衙门里面有个人让我生气了。何人？就是之前遇到的家伙，他竟然是主办官。许七安，你认识他？此人不仅破获过税银案与桑博案，还击退了天域法相，被陛下封了子爵之位，因此才成了使团的主办官。他怎么你了？冒犯我？他让我在甲板上一连喊了100遍“大人，奴婢知错了”。你还笑？不准笑！等到了楚州，我定给这个小子点颜色看看。气死我了！谁？我，有事找你，没睡吧？睡了。没睡就好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镇北王妃在船上。楚相龙背送王妃去楚州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混入使团。我是使团主办官，为何没收到消息？这个事情，陛下同魏公打过招呼，但仅是口谕，没有文书作凭。我觉得小事一桩，便没有同你讲。镇北王妃20年没有出过京，突然出现在使团队伍，这叫小事儿。王妃身份尊贵，借道北行，自然是低调为好。有什么可奇怪的？王妃既然身份尊贵，为什么不直接派禁军队伍护送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要借道同行，官船鱼龙混杂，为何不单独为他准备一艘船，而是让他宿在船底？你是说？更巧的是，楚相龙刚刚下令加快航程，若不是战事吃紧，那就是他们时间紧迫，在争分夺秒护送王妃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王妃有问题。使团接下来会遭遇威胁，比如伏击，针对王妃的伏击。慢着点啊，慢着点。
多亏大更人极力护佑，三思才能幸免于难。但是我军损伤极为严重，恐怕无法继续前行了。改道吧，走陆路，在附近找一个最近的驿站，先把受伤的将士们安顿好。徐其安有言在先，这王妃混在使团官船上，如此隐秘行迹，内中定有蹊跷。让三思尽早准备防患未然，谁知道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够了！我知道你是在埋怨本官，是本官驳回了他改道的建议，否则情况断然不会如此。现在说这些都为时已晚。大战之时，楚相龙置使团于不顾，带着王妃逃避回族的追捕。许西安单枪匹马前去驰援，至今未归呀。是我们错了。回族来势汹汹，不知许云罗能否顺利救下王妃。分开跑！天狼，楚将军，好久不见了。楚将军，告诉我王妃是谁，我给你个痛快。是谁告诉你王妃在这儿的？你们中计了。万一我要是杀错了王妃，到时候真北王知道，我可就说是你见死不救。几个婢女能够替王妃送死，他们死得其所。坏了，他想借魁族之手杀了我们。留你何用？王妃绝色倾城，高贵绝伦，竟然混在你们这群婢子中，想必是携带了摒弃仪容的法器吧？好，扒光他们！终于赶上了。还是来晚了。如愿玩法术，若曦，你烧不到。谁说是用来伤你的？现在轮到你。上！成天不见。究竟是何人？大更人。
齐安。行了，水囊在你身边，渴了自己喝。许大人，是你救了我？是啊。不可能，许仙没你这实力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他？合理怀疑脑子不笨，只是出手太慢。哎，我这儿有这个，里面有20颗金瓜子以及王妃尊名。哎呦！在京城的时候，我就时常捡到这个荷包，至今为止，我的抽屉里面共计36个。现在你总该相信了吧？镇北王妃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王妃？离京都快1旬了，伪装成婢女很辛苦吧？我忍你也忍得很辛苦。不过你这珠子挺有意思啊，既能屏蔽气息，还能改变容貌。不过你忘了，是谁帮你赢的了？600两。多谢啊！你是那日投湖之人。早在京城的时候，就看到你这菩提珠了。若有下次，饶不了你。本来我只是以为你是一个普通的高官小妾，直到那日你出现在了船上，还是王妃的婢女。王妃或许很富裕，也不在乎那600两，但你一个婢女，要这菩提珠来做什么？改变气息，改变容貌，这一切都说不通啊。唯一的可能，你就是真正的镇北王妃，而那个所谓的镇北王妃，只是一个幌子。告诉你这些啊，也是想跟你说，我们这一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希望你好好配合。许西安救走了王妃，为何不赶紧与使团会合？他鬼点子多，此番未归，想必是打算带着王妃秘密前往楚州查案。使团在明，而他在暗，所以他的去向，日后若是有人问起来，还请你们三司多多配合。许仙，行了，水囊就在你旁边，渴了自己喝。啊，对了，为了防止你再有什么过激行为，昨夜给你捆起来了。怎么样，还跑吗？滚！哎呀，吃点儿。
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洗脸呢。我看着你，我怕你跑了。我往哪儿跑啊？快收拾东西。收完了。你东西呢？这儿。这一路山高水远的，你又那么不配合，只能暂时受点委屈了。哈哈哈。收。收，收，收。让子欣水了，失灵了呢。没坏呀。哎。许七安，你到滁州了吗？还没，路上遇到点情况，晚点就到滁州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在滁州边境探查了3天3夜，暂时还没发现血屠3000里的地点。不过有一件事儿有点蹊跷，我在边境遇到了一小股魁族骑兵，用共情术查探，发现他们好像并不知道血屠3000里的事儿。我知道，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你怎么知道？来的路上，我审了一个魁族首领，圣人当城，匹夫一人，说王妃身上有什么秘密？你们魁族为什么抓她？我不知道，是我的主人让我来的。你的主人是谁？魁族青岩部第1强者，吉利之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血屠3000里。是不是魁族所为？和魁族无关。血屠3000里案和魁族无关。什么？若是与魁族无关，那谁还有能力干出这等暴行？你那边还没有什么其他发现啊？哦，还有一事。按理来说，一个地方如果发生了战乱，那么粮食等价格一定会飙升，对吧？但是我探查了滁州和周围几个郡县的粮食价格情况，我发现虽然有变动，但浮动并不大。这个我也知道。那我这边暂时就没有别的发现了。许七安，我现在有点怀疑血屠3000里是不是真有其事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查下去了。对了，安排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哦，你让我四处行侠仗义，招揽侠客义士，现在少说也有近100人了。100副，这算什么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李妙真的名号。在大凤京城，我确实是低调行事了。到了滁州，振臂一呼，自然是一呼百应。太少了，你得加把油了。哎，做事情有没有认真？近100个兄弟都不够你用，许七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许七安，许七安，许七安，主人，那现在要怎么查呀？他也没说清楚。罢了罢了，继续壮大声势，招揽侠客。各位侠士，滁州贪官污吏横行，欺我百姓，请各位同我们一起行侠仗义，整治污吏，救民水火。镇北王座下突击营参将李元化，奉怀王之命，特此前来迎接使团，请主办官许七安出来说话。
使团在黄油县遭到了魁族劫杀，许大人因伤返京。王妃何在？玉玺当中，王妃受到了魁族袭击，下落不明。为何不搜寻王妃下落？我们使团的任务是调查血屠3000里，而不是保护王妃。楚香龙呢？我要向他确认经过。死了。许七安，你胆敢把我打晕？让你欺负我，今天就让你看看本姑娘的厉害！姑娘饶命啊！我就一江湖郎中啊！许大人说你许久没醒了，让我过来给你看看。告辞。哎呦，大夫没事吧？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大夫，没事吧？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？嗨，我就是大夫。哎呀，哎呀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那女的确实爱动手打人，对不住啊。许七安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哎呀，楚州城境内三黄县。你带我来三黄县做甚？吃三黄鸡啊？当然是来查案子呀。你查你的案子，你为什么要带上我？不把你留在身边，魁族找到你怎么办？魁族为何找你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你藏在我们使团，秘密前往楚州干什么？谁秘密前往楚州了？我是光明正大的。这楚香龙说我身份尊贵，让我避免与你们过多接触。气息没有变化，看来是没有说谎，他真的毫不知情。雪清啊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劝你趁早把我放了，等到了楚州，我可以跟镇北王隐瞒，对你的无礼既往不咎。这句是假的。抱歉啊，现在还不能放你，但是我也不会伤害你。你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，我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魁族四处找你，这是事实。我还要去查案子，没时间照看你，所以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接着被绑着，老老实实的等我回来；第二，你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，再好好的洗漱沐浴一番，舒舒服服的等我回来。嗯。今年在不在？在不在？问你个事儿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除了某些功法强大的法器，一些气机奇特的人，也是无法装进玉石小径的。行，知道了，谢了啊。回头请你喝茶，喝酒也行。气机奇特的人，还真是不跑了。在下云麓书院许新年，姑娘情意了得，令人佩服。奴家谢过公子，请喝茶。云麓书院学子，着实有趣。有趣在哪儿？
腹中著书10000卷，却小低头在眉间。不如这样，我出一个上联，姑娘您对对看。青衣侍从。百死无悔。你是许仙，许银罗？你知道我？我当然知道您了。您不仅端如神，还是大风狮魁。您在云州时更是威风赫赫，一人抵挡数万叛军。数万叛军？这是谁在催我？我们闲话莫说，你起来说话。我问你啊，楚州近况如何？可有发生大规模战争？这个倒是没有听说。不过属下想到一件事情，甚是古怪。什么事？前阵子属下接待过一个商队老爷，那人曾在蜀州各地做生意。他酒后曾言，西口郡以及下辖3县官道已被封锁。难道来晚了？徐公子，你这老盯着外头做甚？是奴家不够美吗？青衣侍从。百死无悔。本官问你，这里是何时解封？大人，这西口郡从未封锁，何来解封一说？